尘世里笑傲，冷月光。笔作纸，天作笔号，这一生如泼墨之上，轻轻跌宕。黄梅冷对锋芒，剑影与刀光，海畔真心般沉壮的下线，黄海无涯，暗涌无数惊涛。千秋之浪转身，青春作颜料，风雪爬上鬓角，白纸也不拿，无言里藏不灭的光。一身傲骨，不惧风霜，笑对荆棘，结网做孤狼。生来就独来独往，好苦不该分毫，征程上这云霄汉室中，一个心为你滚烫。师父，心静多动少，摄心见熟，动即摄之，专注一境，失而俱得。我好喜欢你的吊坠，愿意送给我吗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那给我玩玩。不好意思，我要练功了。站着，把解药交出来。他刚来星火宫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把解药交出来。雪鹰，星火宫的规矩是，无论哪个弟子自杀，其他人都不准插手。我不管什么规不规矩，我只知道，我们进星火宫是为了提升修为，对抗魔族，而不是互相残杀。今天这事儿，我管定了。想做英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
唯一，你今天恐怕脑子不够清醒。喏，风毒液1瓶，换你的解药。2瓶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搞的？这是解药，快给于峰服下。这可是我花了半年才搞到的宝贝啊！东伯雪鹰。又让你多事。于峰，练功没本事，脾气倒是大得很嘛。为什么你会对刚刚的事情无动于衷？难道你们星火宫的比试都下死手的吗？是啊，你习惯就好了。喂，你这吊坠能不能借我玩2天啊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一天你跟魔族对峙，他们可比这无情的多了。你刚来星火宫，肯定有很多疑问。刚才那2个人，一个是乌苍，他是黑白神山的弟子，听说你跟他在竹林里已经打过照面了。另一个是海神宫的弟子于峰，太叔公主在神魔大战中身亡，他现在一心只想为海神宫报仇。那你呢？来星火宫多久？3年，大概吧。还有你，星火宫的修行者都是超凡组织的人，但你不属于任何一个超凡组织，你一定也有自己的目的吧？要不要问问卓一盒子的事情？看够了吧？喂，借我玩2天也行啊，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帮你啊。吃熟食对伤口发育有好处，好好养伤。谢谢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帮助别人，你的给我。有毒。哎，雪鹰，你还是吃这个吧。多管闲事，不用你的，奉陪到底。把东西还给我，给我。雪鹰，你怎么会有我的解药？
就在你刚刚运功拍桌子的时候，我就拿到解药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面具人身上掉的东西。这应该是星火公主。他也有这个盒子。面具人的盒子在我这里，乌苍也有一个，那他肯定不是面具人。可是这个盒子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星火宫的每个人都有呢？你们坐吧。这是何物啊？你不认识？不认识啊。我也不认识。这就奇怪了，既然是星火宫的东西，为何大家没见过？又为何在乌苍身上呢？我直接去问他的话，会暴露我自己。你们知道乌苍住哪儿吗？他呀，住4排朱楼。你要去找他？我有点事儿，你们坐。来，他疯了，被这种东西咬到，不死也半残了。原来他是这样参悟死亡奥义的，用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的境遇和痛苦，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一次又一次突破死亡的奥义。这样，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不死之身。能用这种方法修炼的人，无异于亡命徒。这么晚，他要出去干什么？我操，带走的是什么？莫非是这些虫子？可是他带走这虫子有什么用呢？
你给我滚开！放，这么做会没命的。原来这是圈套，你们是为了跟踪魔人，找到线索。你知道的太晚了，你已经破坏我们的计划了。都是因为你提前出现，否则我会将气味植入他们的体内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不会跑的。但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那是我的命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雪鹰，你擅自行动，打断了我黑白神山的计划。你知道为了今天晚上，我跟无藏准备了多久？结果就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把这一切都搞砸了。晚辈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去冒险，毕竟性命只有一条。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要打要罚，随你们便。这牢里有法术禁锢，糟了！雪鹰是为了救你。我没有让他救。无苍，你真是冷血无情。你知不知道，对于雪鹰一个刚进星火宫的弟子来说，进了冰雪牢他会死的。那里可是龙山帝国极寒之地，少有人能抵御那样的严寒。为了救你，他不惜被鹤元老惩罚，你却连一句话都不为他说吗？对啊，而且刚才我们已经找过鹤元老了，他说这是雪鹰应该受的惩罚，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。雪鹰是为了救你才受罚的，你去找他求情比我们管用多了。我要休息了，你们走吧。无苍，你真是个无情无义的怪物。走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走走走。原来娘亲这10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喝吧，驱寒的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难喝？百虫汤。放心吧，这只是普通具有药用价值的虫子，不是尸虫。
你修炼死亡奥义多久了？20年前，有一场大战，我的家人在这场大战中都死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修炼了死亡奥义。竹林里那些尸体，都是修炼死亡奥义死的弟子。对，有的是修炼失败的人，有的是引诱恶魔意外身亡的人。修炼死亡奥义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恶魔一直藏匿于黑暗当中，无法寻找。不过，这次我已经找到他们大概位置了，在屈台城。这些年修炼死亡奥义，让我孑然一身，没有朋友，让我身体急剧衰老，面目丑陋。所有人见我都是避而远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唯有战死沙场，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我可以做你朋友。我说真的，我不赞同星火宫这样的修炼方式，用弟子做诱饵去引恶魔出来，一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，一个不去伤害你的方式。那个，我还要去找一下贺闪主，因为他的传信盒子在我这儿。传信盒子？无藏，可以让我看一看吗？就是上次你在宫厨看到的，是元老们互相传信用的。上次要让我引诱恶魔，所以暂时放在了我这儿。这么说，这东西只有元老们才有？对。如果这东西只有6大元老才有，那就是说，那个面具人有可能是6大元老之一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恐怕正派对抗魔族的所有计划，魔族已经了如指掌了。必须尽快把这个奸细找到。无藏，信得过我的话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东伯雪鹰，你怎么坐在我的位置上？早课修炼斗气和精神力，向来都是席地而坐，没有固定的位置。我修炼的是死亡奥义，修炼时最忌讳被外界打扰，所以每日晨课我都找一个角落里坐着。你现在坐的正好是我的位置，在场的人都知道。他们知道不代表我知道。我不做就是了。东伯雪鹰，你是不是自认为天赋极高就可以目中无人、逞强好胜？如果那日不是你逞英雄，或许我们早就找到魔神会的位置了。那是你技不如人，怨不得我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比试比试。来吧。师兄，区区一个位置，让给他有何不可？这里没你的事。我还就管定了。雪鹰，我帮你打赢他，你的宝贝吊坠是不是可以送给我？哎呀，说那么多干嘛？动手啊！哎，你们两个赶紧的吧。就是啊，打呀！好啊。
长老们都闹来，借机观察传信盒子是谁丢的，结果闹来了龚师傅。刚才我看你长枪飞出，旗急如风，动线飘忽不定，用的是什么奥义？风之奥义。上次你在练风之奥义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既然专心水火奥义，就一心去钻研。风之奥义且先放到一旁，我可曾跟你这样说过？说过。修行之路最忌分心，毕竟超凡的精力是有限的。也就是如今你还年轻，分心去修行风之奥义，如果及时收手，也就耽搁一点时间罢了。可是你还在继续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你修炼水火奥义？我知道，可在我修行之中，我发现水火奥义并不完美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会一心修行，希望将自己修炼的真意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。但是，这么做就一定对吗？无论凡人还是超凡，都一昧的去迎合奥义，谁又会真正思考过这些奥义本身的特点？胡言乱语！超凡的修行之路何其艰难坎坷，我们星火宫这么多弟子，能有几位练到真意的巅峰之境就很不错了。你竟然还在质疑真意？你说你发现了水火奥义的缺陷，然后呢？你能干什么？我已将风火水之奥义成功融入我的枪法之中。大胆放肆！谁让你这么乱来的？修行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吗？知道。修行之路越往后越发艰难，能进入圣级的少之又少，能跨入半神的实属罕见。你年纪轻轻就将水火奥义相互结合，甚至如此轻松地达到第2级，继续下去，能跨入圣级，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你有生之年还是有望跨入半神之境的。你前程远大，我们下族也有望再添一名半神，我们对你都充满着期待。可是你呢？你在自毁前程，你竟想将风之奥义融入进去，你就有把握这条路不是死路绝路？龚师傅说的对，在一张白纸上作画，才能做出最好的画，而在一张铺满色彩的纸上，恐怕连修改一笔都是很难的。这是同一个道理，明明是一个天才，怎么会犯这么致命的错误？我认为，星火宫给超凡们规定的修行之路，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。龚师傅，难道你就不曾质疑过星火宫吗？让巫师兄以身涉险，甚至为下族牺牲性命，这是正道吗？我们这些超凡，无论实力还是进步速度都不尽相同，但从凡人到超凡，哪一个不是拼命修炼，九死一生？如此艰难造就的超凡，却被星火宫养成牺牲品，断送未来一切可能性。超凡的性命就如此轻如鸿毛吗？这是为了下族，为了龙山国，就算是牺牲，也是光荣、伟大的。我不信只有这一种方式，就像我不信只有星火宫才能为超凡规定一条修行道路。好，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你一意孤行能给你带来什么。将你歪门邪道的功夫统统使出来吧！太好了，能跟半神决斗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么快的速度！如果雪鹰不这么做的话，会很难坚持下去。
龚师傅，恕弟子冒犯。二品真意。我说双方实力悬殊如此大，竟然都能赢。下族从古至今最逆天的也就是二品真意了，真是太强大了。幸亏东伯雪鹰坚持己见，同时修炼各种奥义。如果只掌握了水火真意，乃至成为半神，最多也就达成了司空阳观主那个程度罢了。对于下族而言，顶多是锦上添花，因为这样层次的有好多个了。可如果真的二品真意的半神诞生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将会称霸一个时代。对了，这二品真意叫什么名字啊？极点真意。你说的对，雪鹰，超凡的修行之路，并不只有一条。走前人未尝试过的道路，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我承认，我输了。没想到龚师傅有一天也能够向星火宫的弟子服软，这让我太震惊了。那是因为龚师傅的弟子是雪鹰，要是你呀，早就吓得腿软了吧。终于突破了，证明我坚持自己的修炼道路果然没错。虽然借此机会突破，可奸细依然没有找到，一定要另找机会，再查清楚。师傅，景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师傅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眼下魔族猖獗，下族正需要对抗魔族的力量。你们在长风学院修炼了一段时间了，本想让你们迅速提高，所以才破例，不必参加超凡考试，就可以直接加入超凡组织修炼。景秋，你是打算回水源道观了吗？我打算去龙山楼。龙山楼？在雪鹰岭大战的时候，我好像又看到了我父母的情景，我还是放不下身世。我想加入龙山楼去寻找他们。况且，魔族带走青铜棺材不知去向，魔神会也一直隐藏在黑暗中。我加入龙山楼，或许可以协助正派找到魔神会的位置。也好。你们两个呢？我想拜一名强者为师。以前我是因为雪鹰哥哥才来长风学院的，如今我只想不断修炼变强，想为我爹和我弟弟报仇。你父亲和弟弟的事情，我也很难过。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。师傅，我也想加入你们的超凡组织。我很简单，优越拜哪位半神为师，我就拜哪位半神为师就好了。你条件不错，如果能找到一位比我更合适的师傅调教，也许会大有所成。我觉得黑白神山的鹤山主不错，他在修炼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你去找他试试吧。好。山主，有3名法师加入咱们黑白神山。按照老规矩，1组织比试，选出了第1名，落选的另外2位另择了海神宫和云雾城。另外还有2名弟子来自长风学院，1名是法师，1名是骑士。我一直对长风学院的培养方式不大认同。学院弟子在老师的引导下，早期修行容易，不断突破提升。可当他们想要走出一条自己路的时候，没有了老师的引导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。可谁想到，在长风学院里面居然出了一个绝世天才东伯雪鹰，我到现在都在后悔怎么没把他纳到黑白神山来。或许这东伯雪鹰这次报名的骑士，据说和东伯雪鹰是同窗好友，还说他和东伯雪鹰曾在一起出生入死，关系非同一般呢。那还商量什么？不用考了，公开的条件给他加3成，
近朱者赤，能跟东伯雪鹰称兄道弟之人，能差到哪儿？想必是蠢笨懒惰之辈，也入不了他的眼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濮阳波。好，就他了。我不奢望他有东伯雪鹰那样的天赋，毕竟年纪轻轻就能突破水火真意的人，上千年也就这么1、2个。能有他的70%，我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办。濮阳波进。哎，我在这儿。你跟我来一趟。我录取了。走。哎，只有你一个人。这只有我一个人？那不行，优越不去，我也不去的。这可由不得你。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哎，濮阳波，优越，别着急啊，我一定会活着出来见你的。蓉儿，蓉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到宗灵叔也出事了，今早起来特别难过。傻瓜，怎么会呢？现在魔族已经从雪鹰岭被打跑了，所以宗灵叔和雪鹰岭都是安全的。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到魔神会，我们要将魔族一网打尽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心慌得很。要不咱们回雪鹰岭看看吧？回雪鹰岭看看？是啊，我们因为师父受伤的事，很仓促的就回了白府。我和童三叔、宗灵叔相处也有段时间了，我是真的很记挂他们。蓉儿，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自己一个人想了这么多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童三叔的死我也很难过，所以我怕万一宗灵叔也……反正雪鹰岭离白府也不远，咱们就回雪鹰岭看看吧。好，那就听你的，我们一起去看他。站住！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师父，我和姬荣都很挂念宗灵叔和雪鹰岭的子民，我们想回去看看。不准去！为什么，师父？师父说了不准去。这才回来几天呢，又想着要出去，还练不练功了？有没有规矩？算了，也许是师父的伤还没痊愈，我们过2天再说吧。走吧。住手！别打了！起来吧，没事了。可怜的孩子，快起来！蓉儿，为师当年救你，可不希望你走如今这条道路啊！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我待你如女儿，绝不能允许你一错再错下去。这魔族秘术，果真名不虚传。打败东伯雪鹰，指日可待。
何？魔族秘术的威能，可还满意呀？非常满意。我现在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，我一定可以打败东伯雪鹰。现在你还有另外一项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打通百战密室，进入星火宫。揽入君子一世寒窗，昔日延缓少年儿郎，前尘一指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？一盘棋，一壶酒，一声长。煮酒论茶，眉目疏朗。云深不知问心可放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。旧城里陈年世界长望，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，叹人间不忘。俗世偏爱尘之无常，且行从容，叹苦人无恙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羁旅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。望将星光藏尽时光，不与相忘，天涯也无妨。俗人偏爱贪欢寒场，渐行渐远，杯酒添诗行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羁旅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此行同往。